近些年来，无人机正由传统的侦察或攻击的角色逐渐发展为类似于导弹的智能武器，不仅可以在战区上空持续徘徊飞行，还能随时探测和跟踪敌方目标，并利用自身的攻击能力摧毁各种威胁。2016年4月4日，阿塞拜疆在视频网站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在画面中出现了一架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该无人机在截获了地面目标后，直接发起自杀式攻击，并摧毁了目标。视频发布后，有几家当地媒体证实了这个视频的真实性，这也是该型无人机第一次在战斗中公开亮相。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以色列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视频正式开始之前，新来的朋友不妨点个订阅，既可以查看往期视频，也不会错过往后的精彩内容。相信大多数老军迷们对哈比无人机都很熟悉，它是以色列于上世纪90年代由以色列 IAI 公司研发制造的，是异形通常由卡车携带发射，专职用于攻击雷达系统的无人机，而哈洛普无人机便是自其发展而来的。因此，该型无人机也是同类产品中最为成熟的。但与哈比无人机不同的是，哈洛普无人机采用了更加复杂的曲线外形，具有减小后掠角、可向下折叠的三角形机翼，并在翼间加了个可向下折叠的梯形外翼，相应减小了外翼的前缘后掠角。此外，该机的头部更长，并采用了压翼，从而具备了更加出色的机动能力。总体尺寸较哈比更大，机长 2.5 米，翼展3米。该飞机借助固体火箭从发射箱内发射升空，外段机翼在升空后会完全展开，采用活塞式发动机为动力，可以在空中持续飞行6小时左右，最大航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该机采用一台活塞式发动机驱动一副螺旋桨，具有185公里每小时的巡航速度。虽然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一次性消耗的使用特点，但它仍然可以配备轮式起落架。如果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没有发现可以打击的目标，无人机将会返回并自主降落在基地。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选择在空中自毁，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间接损伤。由于机身体积小，采用的材料反射电磁信号低，所以它具备非常小的雷达特征。再加上它所采用的螺旋桨发动机进一步减小了红外特征，所以它可以称得上是一款隐身无人机。厂商研制这种反辐射无人机的初衷，便是用于在第一道攻击中袭击敌方防空系统雷达。因为小型无人机的反射信号低，可以有效地躲避防空导弹和雷达预警系统的探测。这些系统更多是探测更大的飞机或拦截固定轨迹导弹。比较有特点的是，哈洛普无人机具有2种引导模式，可以使用反辐射导航系统完全自主运行，也可以采用人工控制引导攻击。在使用自主控制模式时，巡飞过程中，该机的反辐射制导系统在发现敌方雷达的电磁波之后，会逆向追踪并摧毁敌方雷达系统。该模式主要用于攻击雷达等目标，由操作员操作时，通过地面任务控制站发出指令，可以实时地进行交战或终止攻击。操作员监视攻击任务，直到目标被击中。而且在终止攻击的情况下，哈洛普会重新启动巡飞模式，直到获得重新实施攻击的指令。这种模式可使无人机攻击关机的雷达以及各种军事目标。由于采购成本相对较高，所以这种无人机主要也是用于摧毁雷达等高价值目标。其实哈洛普无人机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一型自杀式无人机，而是一型具备巡飞弹能力的攻击无人机。加上该机携带15公斤的高爆炸药，采用自主撞击的方式攻击目标，对于雷达系统有着极大的威胁。一套哈洛普系统通常由12架无人机、移动式发射箱以及任务控制站组成，通常从车载发射箱内自动发射，必要时也可以用飞机或者海基发射器发射。每个指挥与控制分队可以控制数架无人机，指挥一个指定区域内的目标。一旦锁定一个目标，控制人员可以指挥一架哈洛普无人机实施攻击，同时指派另一架无人机继续监视。此外，该机能够将视频图像中继给地面控制站，可以作为远程火箭炮系统的目标定位器。以色列 IAI 公司曾声称在研发更小版本的哈洛普无人机，原计划于2015年推出，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更小版本的哈洛普尺寸是标准型的1/5，继承了更小的3到4公斤的战斗部，价格也将更为便宜，可以用于小范围战场上对付关键目标或者隐藏和重新出现的目标。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经装备了一定数量的哈洛普，同时厂商还积极地推进哈洛普无人机的出口销售。
已经向多个国家销售了数百架该型无人机。早在2005年，土耳其就曾签署过一个合同，称为该无人机的启动用户，但是具体数量仍未透露。2007年8月，印度表示对哈洛普很感兴趣，开始就采购8到10架哈洛普无人机展开洽谈。2009年2月，该无人机首次在印度航展上亮相。时隔半年以后，印度空军证实采购了10架哈洛普无人机，总价值约1亿美元。阿塞拜疆也是装备该无人机的外国用户之一。长期以来，以色列与阿塞拜疆保持着密切但低调的联盟关系，后者是一个重要的能源供应国，凭借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发达的油化工产业，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而且地处伊朗北部边境，战略意义重大。两国在过去的10几年里签署了多份巨额的军火合同，其中便包括哈洛普无人机。2020年9月30日，阿塞拜疆使用哈洛普无人机摧毁了亚美尼亚的俄制 S-300防空反导系统。这一消息可以说是瞬间轰动了全球。在以往的宣传视频中，只能看到哈洛普攻击坦克、装甲车辆或者人员，但绝对没有想到居然可以摧毁俄制 S-300防空系统。这种消费比，相信没有哪个国家不喜欢，简直就是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的典范。在各式无人机大量投入战场之后，传统战争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样也引发了战争结果的重大反差。S-300防空系统主要用于反巡航导弹、反战术导弹以及反飞机等用途，能够同时攻击多个目标，射程超过150公里，性能在防空反导中一直是排名前列。但是对于现代战争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却显得有些有心无力。毕竟这是一款拦截高速目标系统，对于慢速、低空、个头小的无人机缺乏跟踪攻击能力。关键以色列产这款机型造价低，可以大量部署，而且还是自杀式攻击模式。如果采用蜂群作战，一次出动多架次，就算运气好击落一部分，但在编队机群前仆后继下， S-300只能被迫同归于尽，怎么比都不划算，多少有点高炮打蚊子的感觉。如果说当年海湾战争开启信息化时代，那么这场无人机战争作用已经提升到了决定胜败程度，双方大量装备、物资、人员在无人机定点攻击下，仅几天就伤亡巨大。这场战争中，无人机的成功应用，对于各国在无人机研制应用上将带来巨大反思及启迪。以往在大多数人印象中，无人机还是高级航模，无关痛痒，但实际应用中，更多自主作战、专职机型越来越多。未来战场由无人机引发的战争新模式，应该更加留意。当然，各类反无人机系统必将引发研制热潮。例如，在纳卡冲突爆发时，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局部冲突，传统枪炮齐鸣，然后和以往一样再找个台阶，双方和谈停火暂告结束。但很意外，这场冲突中无人机大放异彩，并且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了战场的主导者。很多人都认为无人机似乎在改写战争新模式。说到在空中作战时使用无人机，以色列不但很早就已尝试，还拥有着丰富的经验，所以不断的创造性开发出了执行侦察探测以及打击能力的多种无人机。哈洛普无人机创造性的将无人机和反辐射导弹结合到一起，类似于具备长时间战场待机功能的巡飞弹。所以如果该型无人机使用得当，对于敌方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好了，关于哈洛普无人机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有介绍不足的地方，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